听昌才大哥说你进医院了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可以过来照顾你的。我需要住1个晚上，不过我现在可以出院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哪里不舒服？我撞到头，但是没什么事。头部受伤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真的没事？你看我，不是好好的吗？如果你下次还有什么事的话，可以马上通知我。不管是头晕、伤风、感冒，我都可以陪你来一趟医院的。你不需要一个人面对的。我看过新闻了，说那段录音曝光了，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着。不过录音不是我发出去的，毕竟他们帮过了开，我也不想做到这么绝。不过有些事情我也控制不了。这样也好，公众对你的误解就可以解开了。我只是担心他们俩不会就此罢休。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哎，我肚子有点饿，要不要去吃一点东西啊？好啊，你想吃什么？阿飞炒饭，很久没有去了。怎么了？其实我已经被我老板炒鱿鱼了。老板说我请太多假，不可以留我。我现在在一家小吃店工作，只是做白天，所以现在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凯了。这样的老板，离开也好。只是我现在的薪水就比以前少了，所以这个月要还你的钱，可能啊。没事，慢慢来。谢谢你。你刚才不是说吗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不需要一个人去面对。那关于开的事，你也不需要一个人面对，有我啊。谢谢你送我回来啊！我看开的物理治疗快要结束了，你还是赶快去接他吧。我想问你，下个星期有没有空啊？我是想看你，要不要一起看电影？有空啊？真的？那太好了，谢谢你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女儿都要离开了，有人还有心情去约会。舒婷换个新的环境也是好事啊。古欣姐，你真的会答应茉莉姐的要求，替艾莉他们说话啊？如果可以平息这场风波，我愿意这么做啊。哇，这样不是便宜了雨薇和艾莉？对啊，我没有这么想啊。况且，大众对我的误会也解开了。如果我出来说几句话，可以帮到他们，也可以帮到茉莉姐，我为什么不要这么做？老实说啊，我还是希望雨薇没有翻身的余地。没想到你竟然愿意帮她。毕竟在开还有舒婷的事上，我也算是欠她一个人情。古欣姐，祸是我闯的，你就让我上你的身，替你去记者会。你还敢提上身的事啊？我只是不要古欣姐这么委屈吗？明明给人家害得这么惨，却还要笑着帮他们说话。傻瓜，我一点都不委屈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我只希望这整件事情赶快的结束。
你真的可以原谅他们？你就不希望看到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？如果我一定要他们受到惩罚，那我跟他们有什么两样啊？可能是跟你们相处久了，我慢慢的明白，无论是开心的事，或者是痛苦的事，最终还是要懂得怎么放下，才能释怀。如果继续纠结下去，只会增加烦恼，一点意义也没有。你是当事人，反而比我们更豁达。所以你们也要懂得怎么放下，不要为我的事情而烦恼，增加重量，要不然我会更内疚的啊。古欣姐，我有件事想要跟你说。坐吧。什么事啊？经过这几天的事，我真的想了很多。艾莉他们这样对你，你都可以不去计较，而我明明死了，反而却越来越贪心，还一直擅自上你的身，害你闯祸。我真的太差劲了。哎，我觉得你会这么想很好啊。我知道你有心要改，一点都不差劲。谢谢你让我看到，放下才是真正的解脱。所以我决定了，我也要放下。真的啊？可是我还有个要求想要拜托你。什么要求？Hello，存恩，你今天的打扮有点不一样哎。谢谢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今天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了。为什么？是不是因为古欣姐要接受治疗，所以你会消失？不是的，可能你会觉得很难相信，不过古欣姐没有人格分裂，我也不是她的副人格。其实我是附在她身上的灵魂。你是灵魂？其实，在我变成灵魂之前，我们就见过面啦。我在电视台当实习 AP， 你演的《见鬼了》和《星洲传奇》，我都有参与的。可是，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说过话啦。有一次，我不小心拿错血浆给韩森，结果被他喷得满脸是血。是你递了一张底书给我的，不知道你还记得吗？我就是很 blur， 所以大家都叫我小迷糊。你就是小迷糊？你记得我？但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你为什么会在古静姐的身体里？难道你死了？我的生命虽然结束了，不过这段时间，我能以这样的方式和你交流，对我来说，真的像是美梦成真一样。我真的很开心。我真的要谢谢古欣姐把她的身体借给我，
才能有这样子的机会。我也要谢谢你，这么善良的接纳了我的存在。可是现在，我要走了，所以，我决定告诉你我的真实身份。希望以后，你如果想起我的话，会知道徐承恩就是实习 AP 小迷糊，好吗？是谁坚持一直守在身旁？触不到的拥抱，听不到的心跳，灵魂之间的依靠，跨越空间的缠绕，你我之间不多不少。小迷糊，小迷糊。先擦一擦吧。还有你啊，都实习了2个多月，做事情还是这样糊涂。来，我们过去那里。原来是你。真的21。真的，我达标了。Of course， 转世官不会搞错的，只要有灵魂达到21克，他就能感应到。徐纯恩，恭喜你完成今生的功课，毕业了。等一下，我真的可以去投胎吗？我还有心愿还没完成哎。什么心愿啊？我还没跟我爸妈道别啊。放心，拿了投胎证，你还有时间可以去看他们。对啊，你看 Uncle Jack 拿到投胎证几天了，还不是在这里？也对，那我先拿这也不用紧。当然啦，可以投胎对灵魂来说是好事，你别想太多了。哎，等等，又怎么啦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前辈呢379这段时间请假了，所以你们暂时不会看到他。好了，赶快让转世官颁发投胎证吧。现在你有了投胎证，接下来就可以排队去投胎，前往下一段人生旅程了。你也要投胎啦？小迷糊，恭喜你啊！我能够做到，都是你的功劳。谢谢你。这家伙终于可以去投胎了，还以为你会很开心，反而你会闷闷不乐。哪有啊，我很开心啊！明明就是舍不得，还不承认。其实我会很舍不得你们的。谁叫你这么快拿到投胎证？你不等我？好了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我们应该把那些美丽的回忆变成我们前进的动力。
虽然我们注定要分开，可是你真正在乎的人，总会以不一样的方式，一直留在你身边。没想到你是做道具的，竟然可以说出这种心灵鸡汤，去做了半个望尘梦后啊，好像变得很有墨水啊。Hello， 如果你把这些说废话的精力拿来处理自己的心愿，你早就去投胎了。谁说我没有在处理？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了，只是我需要阿信的帮忙。帮什么？我有话想要跟雨薇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你可以帮我。不是要去记者会吗？你不是说你不想去吗？我当然不想去，要不是你跟茉莉姐逼我，才不会答应出席。那好啊，别去，坐下来看好戏。你看起来一点都不紧张。我没有做亏心事啊，我只希望这整件事情尽快的平息。也对。都几点了，雨薇和艾莉怎么还没到啊？面对可能需要很大的勇气，给他们多一点时间吧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，路上塞车。雨薇和艾莉呢？他们临时不来了。什么？这场记者会是为了他们而开，他们竟然不来？雨薇姐录了一个视频，里面会向大家说明。这怎么行？我要打给他。茉莉姐啊，算了，既然他们不想来，就不要逼他们。至少我们有这个视频，其他的交给我吧。记者们都在问，要开始了吗？你真的能应付吗？没事。来，大家好。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和艾莉和雨薇之间的事。不过，因为一些私事，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现场，希望大家能见谅。今天，身为代表，我会负责回答大家的问题。所以艾莉说你弄伤她是骗人的，她为什么要陷害你？我觉得艾莉没有恶意，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也是因为一些误会。私底下我们已经沟通过。这个误会也已经解开了。是什么误会？是不是拍《爱情森林》的时候发生的？其实拍摄的过程很顺利。艾莉在我眼中是一个很好学的演员，我期待下一次与她一起合作。那录音怎么会曝光？是你要揭发他们吗？录音的曝光是一场意外，我也感到非常的抱歉，因为这件事引起不必要的关注。浪费了社会资源。那为什么艾莉和雨薇姐没来？是不是心虚？像我刚才所说的，因为一些私事，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现场。不过雨薇录了一段视频，我们现在会播放给大家看。嗨，我是 Y 世界的记者。在视频播放之前，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想问古欣姐。请说。你跟艾莉的误会，是不是跟男人有关？你跟这个男人是什么关系？朋友。那你跟他呢？也是朋友吗？你为什么跟刚才的男人牵手，又跟 Javier 抱在一起？
请问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精彩？所以，你给 Vivi 带去的视频，其实是那些照片。要网民跟媒体放过我们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更大的新闻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可是，古信刚才好像真的想帮我们。难道你听不出他在说一些场面话吗 ？Anyway， 他同时招惹2个男人是事实，被揭发出来也是他活该。你为什么会跟古信抱在一起啊？我抱的不是他，不是古信？难道这照片是 P 图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，但我能肯定的是，这个记者他是说谎。他每次都这样的针对我们，真的不知道他想干嘛。综艺阿姐大小通吃，玉女变玉女。综艺阿姐古欣和本地新晋小鲜肉演员 J 月丽、李浩文的绯闻越演越烈，如今却爆出阿姐还有一个护花使者。该名男子是前囚犯冯德刚，曾是著名主炒档投手。据是2人透过录综艺节目认识。知情有人控诉阿姐一脚踏2船，跟德刚本来好好的，是那个古信硬要插一脚进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亲眼看到他跑去德刚家，还不止一次哦。这个人很坏，一边跟 Javier 搞地下情，另一边又缠着德刚。我真的看不下去他这么玩弄他们。大鱼圆，我看不出古信是这样的人啊。爸，你不要听大鱼圆乱说，古欣姐不是这种人。可是古信真的很关心德刚，又跟你……喂，茉莉姐，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回公司。爸，我不跟你聊了，我得回公司一趟啊。不是叫你们要特别小心的吗？怎么还被拍到这种照片？对呀，你怎么可以大庭广众牵这个不孝子的手？你又不是新人，难道你就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狗仔吗？我跟 Javier 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们看到的未必是真的，其实，反正我跟古欣姐真的只是朋友。算了，你们的绯闻也不是1天2天的事了。问题是这张啊，我要怎么解释？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对，你跟不孝子发展到什么地步啊？不知道啊，你们不要再问了。就算我们不问，记者也会问的。你现在是最新八卦的焦点，你以为你逃得过吗？那个雨薇真的太过分了。我们一心想要帮他和艾莉解决问题，没想到却被他摆了一道。哎，你觉得他像不像那个护花使者？有点像。问他。哎，这个是不是你啊？不是。我们明明就是，还说不是。古欣怎么会看上一个坐过牢的？就是，他怎么跟 Javier 比啊？德刚，张才大哥，你有空吗？我想跟你谈谈。你应该已经知道，你跟我儿子和古欣一起上新闻了。那你跟古欣谈过了？没有？难道你不想知道他跟 Javier 之间是什么事吗？我没有这个立场去问。怎么会没有立场？你跟他不是发展的挺顺利的，我还以为你们2个已经是……就像他说的，我们只是朋友啊。真的？他进医院也没告诉我，要不是你通知我，我都不会知道。从这件事，也
就应该知道我在他的心目中的分量是多少。是哦。这么说 ，Javier 应该是比你更先知道，所以古星跟 Javier 才是真的。人家都不接你电话啦，就代表不想见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不想听你说话，你不明白吗？德刚，找我，什么事？我想向你解释关于记者的报道。不用解释啊，就像你在记者会上说的，我们只是朋友嘛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事，我明白的。对不起，害你被人拍到让人误会的照片。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这么快就谈完了？最近你的私生活很精彩啊，一个人要应付2个男人，应该很忙的，怎么还会有时间跑来我这里呢？为了今天，你真的费尽心思啊。彼此。你利用录音逼我帮你找吴胜国，结果出尔反尔，把录音曝光，还在记者面前装好人。我知道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。但是录音真的不是我曝光的。他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也想知道他为什么还敢来。我今天来是为了子晨。关子晨什么事啊？他有话想要跟你说。他人已经死了，难道他的灵魂想要跟我说话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在这里装神弄鬼的？我没有。要不是你当年做了对不起子晨的事，我今天也不需要来这里。我对不起他，全世界知道他在外面搞女人啊！是，子晨曾经拈花惹草，不过你应该很清楚，他跟你结婚之后，就已经没有这样做了。要是他收敛，我会失去孩子。你为了你的演出机会，打掉自己的孩子。然后拿了子晨的旧绯闻，自导自演，让大家觉得是因为他的不忠，害到你气到流产。你以为你做了这些事，没有人会知道吗？直到死，我都抱着对你的愧疚，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们的孩子。可是没想到这一切是你设计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孩子是无辜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？真的有这种事？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，不是真的。要是你敢散播谣言，我一定会告你诽谤。喂，我真的无法想象，你是这么自私、这么可怕的人。你收手吧。其实子晨一直觉得你很善良。够了，不要在我面前胡说八道，请你走。好，我走。不过，我只想说，子晨希望你能收手，不要再让他失望了。古星疯了，在这里乱说话，你不要相信他。
真的怀孕了？这演出的机会那么难得，你知道现在很多女艺人都在抢吗？你现在既然跟我说你怀孕，我怎么知道这么准？这个时候怀孕，人家大导演是不可能等你生下孩子的。如果你不想放弃这个机会的话，你就自己看吧。怎么了？后悔了？我已经通知子晨了，很快就会到。医生，我以后还可以怀孕吗？以你子宫的状况来说，应该很难。于田心，你既然拿这件事情来对付我，我绝对不会认输，我也不会让你得逞。拿给你的古欣姐喝吧。我跟古欣姐真的只是朋友。如果你跟她只是朋友的话，那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那天的记者招待会，你为什么没有去啊？那个记者的爆料，是不是跟你有关？我也是看了直播才知道的。你知道吗？因为那个绯闻，我的工作被暂停了。艾丽，你跟古欣姐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是她跟我过不去。如果她真的跟你过不去，就不会在记者会上帮你们说话了。她把那段录音曝光了，才来装好人。那也是因为你和雨薇姐设计她在先呢。如果不是她先耍手段，我也不会这么做。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想古欣姐。你有跟她拍过戏，也了解她的为人。你知道了，只要她在片场，大家都会很紧张，因为她是一个有话直说的人，随时都会当面指出我们的错误。这么一个心直口快、不怕得罪人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耍手段？你真正应该担心的是那些在你面前客客气气，但在背后批评和陷害你的人。我相信古欣姐不是故意曝光这段录音，而是真心想平息这段风波的。你如果愿意，我可以帮你把古欣姐约出来，你们两个当面谈一谈，解开这个误会，好吗？再说吧，我要走了。Thanks。你好好考虑一下，我等你回复。你好，我是徐太太，这是我女儿的账号，我会用她的账号私信你，是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能帮帮忙。我女儿她一直很喜欢你，是你的超级粉丝，她现在人在医院昏迷不醒，情况很不乐观。如果可以，我跟我先生希望你能来医院看看她，鼓励她。希望你能给我们家纯恩力量，度过难关。纯恩，徐纯恩，真的是他。谢谢你来看我们家纯恩，真的很感激你。应该的。纯恩在电视台实习的时候，我们也有一起工作，也算是朋友。他在里面。
是，请。真的是你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宝贝，你快起来啊！你的偶像来看你了，你不是很喜欢他的吗？快起来啊！啊！尊恩，我是 Javier，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大家都在等你醒来。喂，古欣姐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哦，什么事啊？我刚刚看到存恩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其实没有死，只是昏迷，现在就躺在医院。什么？存恩是因为花生敏感陷入昏迷，在麻坡老家躺了好几个月。不过最近因为细菌感染，出现器官衰竭的情况，他爸妈才决定把他送来新加坡治疗。希望可以维持他的生命。真的是我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哎，你真的是迷糊哎，连自己还没死都不知道。上次舒婷也是这样的，对吗？她是怎么回去的？对呀，他躺回去之后呢，几天后就醒来了。哎，赶快躺回去。是啊，赶快。现在？是啊。难道等明年吗？趁身体状况还没变得更差之前，赶快进去吧。小迷糊，你在担心什么啊？我担心我躺回去之后，就再也看不到你们，也不记得你们了。真的很无聊啊你！舒婷都看得到我们了，你一定也看得到的。对呀，别想这么多，赶快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陪着你，直到你醒来为止。如果你醒来之后忘了我们，我也会陪着你，直到你记得我、Uncle Jack， 还有老男人，好吗？喂，快点啊！你不想活了你？快点啊！那我先躺回去了。哎。新的重能该怎么计算？是谁坚持一直守在身旁？舍不得的拥抱，听不到的心跳，灵魂之间的依靠，跨越空间的缠绕，你我之间不同。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老天爷让他找回自己的身体，就代表他命不该绝，他会醒过来的。哎，你是古欣？是啊。你们一定是存恩的爸爸妈妈吧？是 Javier 告诉我，
纯恩在医院，我们之前合作过，所以我就过来看他。谢谢你来看我们家纯恩。谢谢。Mrs. Go， 原来你已经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确定没有搞错，我们的孩子不是舒婷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其实之前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纯恩已经昏迷一段时间。很抱歉，我没有更早的告诉你。欣儿，这到底是什么荒谬的玩笑？纯恩真的是我们的女儿？你说话呀！冷静点。对不起啊，是我们没有把纯恩照顾好。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们，我只是没有想到是纯恩。我们也没有想到你是纯恩的亲生母亲。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让纯恩知道她的身世，要不是因为今天的巧遇。我们明白你不想让纯恩知道她的身世，你放心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们都没有让她知道她是领养的。当年我从 Mrs. Go 手中接过纯恩，心里感到感恩又开心，所以才叫她纯恩。她真的是个开心果，是我们生活的动力和希望。纯恩从小就是电视迷，一直以来她对这个行业很有兴趣。现在看来，原来她是遗传了你啊。是啊，她来新加坡读理工学院，念的就是传媒。一有实习的机会，就跑去电视台。之前，她常常打电话给我，要告诉我见到哪个明星，其中就包括你。谢谢你们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我回不去？难道我又要死了？顺利投胎后，他们的身体就会断气，真正死亡。我不要死，只要你可以活着，我可以一辈子都把我的身体借给你的。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认真的，这是我欠纯恩的，我一辈子欠他的。纯恩，我是你的爸爸，你真正的爸爸。我不相信你们，我怎么可能是领养的？古欣，全部都是古欣。我跟古欣根本什么都没有做，一直在攻击他的人是你。许天心，你凭什么能拥有这一切？为什么身边的人都对你这么好？也就是这样，感受着世间温暖的你。谢谢有你，不再哭泣，我的生命能继续。